淮南子精神训这样描述人体的天人对应：头之元也，向天；足之方也，向地。天有40，五行9节，366日。人亦有4肢、5脏、9窍，366节。天有风雨寒暑，人亦有取于喜怒，故胆为云，肺为气，肝为风，肾为雨，脾为雷，宜于天地相参也。而心谓之主。是故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气者风雨也。这段话的逻辑是双重的，4肢、5脏、9窍、366节，这是通过数的联系。天有这些数，人体也有这些数。胆为云，肺为气，肝为风，这是通过象的联系。胆气上升如云升腾，肺主呼吸如气流动，肝主疏泄如风散行。每一个器官都对应一种自然现象，人体被理解为一个小宇宙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人父天数》中将这种方法总结得更加系统。身忧天也，数与之相参，故命与之相连也。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，故小节366复日数也，大节12分复月数也。内有5脏，复五行数也；外有4肢，复40数也。乍视乍明，复昼夜也；乍刚乍柔，复冬夏也；乍哀乍乐，复阴阳也。心有纪律，复度数也；行有伦理，复天地也。展教授特别指出董仲舒文末的精妙总结：与其可数也，复数；不可数者，复类。能用数字对应的就用数字对应，365日对应365节；不能用数字的就用类别来对应，昼夜对应醒睡，冬夏对应刚柔，阴阳对应哀乐，合在一起，皆当同而复天，一也。这是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，用一种人为构建的天人对应来为人体结构提供宇宙论的合法性。灵数学科的表述与董仲舒一脉相承，但更加细致入微。天圆地方，人头圆足方以应之；天有日月，人有两目；地有9州，人有9窍；天有风雨，人有喜怒；天有雷电，人有声音；天有40，人有4肢；天有5阴，人有5脏；天有6律，人有6腑；天有冬夏，人有寒热；天有10日，人有手10指；辰有12，人有足10指。颈垂以应之，女子不足2节，以报人形。最意味深长的是最后一句：天有12辰，男子有10脚趾加2个性器官刚好12，女子少了这2节，怎么对应？回答是女子怀孕以报人形，子宫中的胎儿弥补了缺失的数字。这当然不是解剖学的观察，而是数字神秘主义的强行圆说。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，在象数逻辑中，不是人体决定数字，而是数字决定人体应该如何被解释。然而正是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牵强附会的数字游戏，构成了古人认识人体的起点。如果说上述的人体天地对应是静态的分类，那么象数哲学在发育学中的运用则是动态的，它试图解释生命的节律。淮南子地形训有一段极为玄奥的胚胎学解释：天一，地二，人三，三三而九，九九81。一主日，日数10；日主人，人故10月而生。天地人是宇宙中最基本的常数，3自成得9，九九得81。为什么这个算式能解释人类怀胎10月？这中间隔着一系列今天看来难以追踪的思想步骤。一主日是隐喻东方，其实日数10指10天干，日主人指太阳与人类的对应关系。在这些对应累积之后，人故10月而生，被当作数学结论。从算术上说，没有任何81等于10的道理，但从象数上说，经过多层转育，它们被联系在了一起。淮南子继续推演：98、72，二主偶，偶一成鸡，鸡主辰，辰主月，月主马，马故12月而生。79、63，三主斗，斗主犬，犬故3月而生。69、54，四主时，时主至，至故4月而生。59、45，五主阴，阴主元，元故5月而生。49、36，六主律，律主麋鹿，麋鹿故6月而生。39、27，七主星，星主虎，
虎故7月而生。29、18，八主风，风主虫，虫故8月而化。人10月而生，马12月而生，犬3月而生，猪4月而生，猿5月而生，麋鹿6月而生，虎7月而生，虫8月而化。每一种动物的孕育都被纳入同一个数字9的乘法口诀中。数的自成序列在这里被当成了动物分类学的谱系数，这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。但在象数哲学的逻辑中，如果宇宙间的联系最终可以还原为数，那么数的规律就是万物的规律。这不是愚昧，这是对数的力量的极度信念。李元色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论说，这种理论富有浓厚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气味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，宇宙的和谐就是数的和谐。中国的象数哲学与此不谋而合，区别在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由此走向了数学和音乐理论，而中国的象数哲学更多地走向了医学和占卜。这种思维理论在医学经典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得到了更加系统化的表达。《内经》将男女的生命发育阶段分别归纳为女七男八的节律。女子7岁肾气盛，焕芽长发；2期14岁天癸至，月经来潮，可以生育；3期21岁肾气平均，支齿生而发育到极点；4期28岁筋骨坚，发长急，身体盛壮；5期35岁阳明脉衰，面始焦，发始堕；6期42岁三阳脉衰于上，面结焦，发始白；7期49岁任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接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。男子8岁肾气实，发长齿更；28、16岁肾气盛，天癸至，精气溢泄，阴阳和，故能有子。38、24岁肾气平均，筋骨劲强，真牙生而长疾。48、32岁筋骨隆盛，肌肉满壮。58、40岁肾气衰，发堕齿高。68、48岁阳气衰竭于上，面焦，发鬓斑白。78、56岁肝气衰，筋不能动，天癸接，精少，肾藏衰，形体皆急。88、64岁齿发去，五脏皆衰，筋骨解堕，天癸尽矣，故发鬓白，身体重，行步不正而无子。